因为他知道，终止的游戏还没有终结，哪怕众光迸散，只要时间凝滞不前，游戏仍可以重新开始。毕竟，这可是10条命的游戏呀。清洗的光幕，这是又想把系统大沙盘推倒重来了。你这孩子的脾气还真是好猜呀。这一招，上回还是我帮克拉丽和赫利亚破解的呢。孩子或许不够聪明，但确实足够强壮。又要让我下线了，我是不介意多补补觉了，但希娜小姐的所作所为也就毫无意义了。我没有反复送葬同一位神明的癖好，但你好像真的很喜欢拼拼图。你的家长也在抗议呢。我记得巢穴的主人和这里也算血脉相连，光幕扩散开来应该很痛吧？不过他的时间已经被凝滞了，这姑且也算蕾耶拉贴心的提前麻醉。我记得巢穴的主人和这里也算血脉相连，光幕扩散开来应该很痛吧？不过他的时间已经被凝滞了，这姑且也算蕾耶拉贴心的提前麻醉，前提是他还像我一样有这份闲心。都说主角总是最后一个登场，这倒是不假。久等了，丽塔。还挺会挑时间的嘛。抱歉，这次总算是赶上了。什么话呀？小 V 可不会为你没有及时从蕾耶拉的脚下救我而斤斤计较。真要说起来，我还担心你会不会计较我不久前做的事呢。我们先换个地方说话吧，丽塔。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请教你。哎呀，蕾耶拉已经六神无主到这个地步了吗？竟然允许你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造了个安全屋？趁他抽身，我加速吸收回溯梦，但保留了它的外层，就像只吃掉包子里的肉馅儿，而不去破坏薄皮那样。那个被吃剩的空包子就是这里了，一个被蕾耶拉自己的影子所覆盖，又毗邻最初的善区的隐形空间，而他想破脑袋也不会找到这儿，很聪明嘛。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可能只是我运气好，或者胃口好吧。只是胃口好？瞧你这孩子，把事情说得跟吃包子那么简单似的。老实交代，真的没撑坏肚子吗？没有。是吗？当初取得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可是恶心的好几天吃不下饭。不会是在嘴硬吧？没事，姐姐我可不是扫兴的人。更何况现在，迫不及待有一堆东西想要深究的人，其实是你吧？我想知道。别急，你瞧。即使如此，你还好吧，徐梦哲？谢谢你，丽塔。谢谢你让我见证了希娜最后的旅程。虽然我并不是童话故事里那个拾取王子千心的天使，不过我想，即使没有天使，那颗心也能够去往最纯净的地方。我也愿意相信如此。那么，你打算在人间继续为他传唱歌谣吗？是希娜，是希娜为了纪念我们5个人的相遇，刻在石板上的画作。可惜，对仙庄而言，它只能成为后话。维塔，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块石板的？是某个擅自与我建立友情的家伙送给我的临别赠礼啊。阿杰塔，对，只能是他。他现在在哪里？放心，我们的博士不仅聪明绝顶，身子骨也算硬了。虽然在来见我的路上差点被系统薅光，但以他的恢复能力，此时80%已初具人形了。可惜当时走得匆忙，只知道人去了廊丘，但忘记让他留下他具体的家庭住址了。只要他的藏身之处足够隐蔽，应该暂时不需要担心。对他威胁最大的是小 V， 但在他眼里，我现在还是死人一个。他下次见到我时会是什么表情呢？你觉得会是见到亡灵回来复仇的表情吗？作为真正的过来人，我觉得他更有可能露出见到手下败将的表情。克拉丽、赫利亚，哟，好久不见！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徐梦哲，你平安无事。我也很高兴看到你们安然无恙。我们无非是又被踢下线了一次而已，直到刚才都只能干着急。断线重连的心情，懂的都懂吧？虽然不知道阿杰塔返回系统之后具体做了什么，不过从现状来看，你们应该合力削弱了蕾耶拉的力量吧？为什么这样说？在更早之前，阿杰塔曾经告诉艾因，火星早在11年前就处在无法观测的混沌了。总的来说，这混沌不是自然产物，多半是蕾耶拉人为制造的结果。最开始阿因推测，是时间在11年的流逝中不断磨损着笼罩火星的混沌，这才在如今的时间点引发了某种质变。但从最新的情况来看，显然不是，因为艾因又观测到了弥散在混沌之中星星点点的光芒，而他们竟然穿透了混沌。
只要往有破洞的口袋里倒水，就能从漏水的位置快速定位破洞。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快速定位了混沌最薄弱的区域。时光也没办法磨损这家伙的死脑筋。经过之前的一系列事件，这家伙彻底怒了，这才导致混沌暴涨，我们也无法回归系统。但至少现在能和你说上几句话了。那些星星点点的光芒，不会就是你做的吧？那些星星点点的光芒，来自希娜。抱歉。为了未来，希娜已经押上了自己的一切，而接下来，就该我们回应这份期待了。说得对。你们带来的情报很重要，混沌暴涨，说明蕾耶拉也正在为某件事情拼尽全力。不过，关于混沌，我始终有一种不妙的预感。任何事物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失真。10亿年的时光，又会让这种失真拉扯到怎样的程度呢？我想，唯有创造它的蕾耶拉才有资格评说吧。但愿他与混沌的从属关系没有因此偏转，或是彻底倒置。他想完成的献祭已经彻底破产了，此时一定又哭又闹，满地乱爬，只为从自己搞出的烂摊子里尽可能抓几缕光芒回来吧。你对现状的认知总是带着一股莫名的乐观。为了达成目的，我究竟能做出什么事，你再清楚不过。既然他还有办法挽回希娜的光芒，之前给我看的那出善躯坠入数据之海的画面，显然也只是为了逼迫我献祭自身而演的苦肉戏。但他现在可是召唤了能清除数据的光幕，这也没好到哪里去吧？所以蕾耶拉已经开始对善躯进行大清洗了，这跟坠入数据之海比不是更糟吗？从把人质绑在悬崖边试探你，快进到切人质手指了。没那么人道，光幕是从龙的巢穴开始出现的，与之相连的地方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地方，那是最初的山区，也是所有房品里最为他所珍视的一件。连这里也难逃一劫，足以说明蕾耶拉摧毁一切，推倒重来的决心。这场寻梦之旅经过的所有山区，恐怕都已经成为了大清洗中的待办事项。神明的这副嘴脸真是叫人讨厌呢。明明拥有了能看见一切的眼睛，却非得拿一片叶子遮起来。他们以为遮蔽了过去，遮掉了未来，就能把握住当下。可是那种空洞的当下又有什么价值呢？只会让人丢掉更多的东西而已吧。是啊，我很清楚，接下来的行动关乎整个洛星的未来，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正因如此，正因我已深思熟虑，才确信立刻返回地峰，阻止大清洗，于情于理都是最好的选择。接下来，我要证明这一点。寻梦者，你到地方了吗？这里情况很糟糕，许多建筑都已经被数据化，但从光幕推进的方向看，居民避难的地方尚未被波及，我们还有时间。喂，听不清你在说啥？利托斯特，
现在还没到你死的时候。你，多谢。如此一来，我也可以。独自战斗太勉强了，我来帮你。这股轻盈的感觉是，他在用自己的力量支撑我的行动。这孩子竟能如此游刃有余。这个山区的利托斯特还从未见过我，但是现在时间紧迫，我必须。孩子，你的力量运用得很出色。谢谢。这也让我知道，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站在你的处境，能不放弃抵抗，不放弃希望，已经是你能做到的最好。至于这份力量，我只是在努力用它去做我想做到的事，仅此而已。总之，我先带你去最近的避难所。你现在的伤势无碍，何况希纳迪亚的光芒让我恢复了行动。我理应继续履行职责，协助你完成你想做到的事。希纳的，等等，你是怎么？利托斯特是希纳迪亚的骑士，光芒散落，意味着他迎来了自己选定的结局。影子也是在那一刻后侵入地锋，附着与深空定锚相连的归处，阻断了锚对地锋的庇佑。我尝试过让出影子，但他们很快又会重新束缚住归处。据我观察，他们在由此加速那道奇诡光幕的推进。里耶拉是打算趁这个节点，一口气毁灭地锋所有数据生命吗？你的情报很重要，既然影子想阻断毛对地锋的庇佑，那我们就从毛入手。这也正是我此前的打算。我护送你去毛那里。他的状况比他说出来的要糟糕多了。先等等，我有件事情要确认。我的地图，那只剩一条路了。看来，借由一座座传动归处，影子最终蔓延到了深空定锚。作为通路，毛原本通向希望、憧憬，每条路都拥有曙光般的色彩，但现在只通向孤独、痛苦、茫然无措。我能确定的是，毛仍保有希纳迪亚的全能，如今只是被影附于一处，未曾随他的离去而易散。就现状而言，断绝雷耶拉的影子绝无可能。那么，也只有加固深空定锚和传动归处，让其不被影子限制，
从而拖慢光幕行进的方法比较……不，只是加固还不够，我要做的是一场改造。光幕对数据生命的侵袭，本质上和数据之海对善躯的侵蚀无异。论及对抗数据之海侵蚀的手段，我正好能向7位专业级的前辈学习。他们能用7柱分野定影7星孽定住狼丘，抗衡试图吞没狼丘的潮汐，我又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而地风在希娜的设计下，刚好就有能成为丁的造物，传动归处。利托斯特，接下来我打算潜入毛的内部，直抵希娜全能汇聚之处，并在其中注入希娜的光芒。既然它能拨转你身上停滞的时间，想必也能唤醒其他人。与此同时，一位不需要潜得如此之深的帮手，则需要循着自毛而始的通路，去往特定的归处所在的位置，协助我导引力量，完成改造。只要归处如钉子一般难以被影子摇撼，毛自然也能摆脱眼下受制的困境，在希娜光芒的加持下，与光幕抗衡。我明白了，我会为你争取时间。开始吧。利托斯特，现在的你并不孤独，所以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试着依靠你的家人。是你。接下来，我会唤醒小蕾耶拉。我想希娜的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她比较好。对她而言，此事还是太过残忍。对你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残忍呢？寻梦者、纳赫拉，还有利托斯特。好久不见，蕾耶拉。好久不见，利托斯特。等等，既然我离开了龙的巢穴，岂不是说纳赫拉已经和寻梦者打了一架？纳赫拉，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是谁在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我当时马上就要碰到你了，所以你不能撒谎哦。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本来就准备这么做。小蕾耶拉，这世上没有人能逼迫龙做他不喜欢的事。你又来了。蕾耶拉，我们没有战斗，真的。凭借科拉利的绝妙口才，赫利亚赌上全部工资的果冻大餐，和你的智慧，成功让纳赫拉认可了你们的实力。那克拉丽和赫利亚现在在哪儿？他们还好吗？还有希纳迪亚，他知道我现在平安无事吗？我不想让他担心我。放心，大家都很好。只是正如匣子所预测的那样，新一轮的危机已经影响到地风了。希娜主动和克拉丽、赫利亚组队，在另一边阻止怪物侵入，帮我们争取时间。而我们4个是第2小队。
这个分组不是希纳迪亚的习惯。如果有什么事需要纳赫拉和利托斯特合作，那他一定会主动充当这两个人的粘合剂。虽然我勉强也可以，但他不希望我太困扰，所以总是笑着说他来就好。而现在，克拉丽和赫利亚不在寻梦者的身边，希纳迪亚也不在纳赫拉和利托斯特的身边。说起来，利托斯特怎么会知道寻梦者他们和纳赫拉之间发生的事？因为他正是那次测试的见证者。确实，在察觉到海啸之后，我就立刻动身返回地锋了。可惜，我理应再快些的。利托斯特，你看起来很痛苦，是说话牵连了伤口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是前者，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可在今天之后，我和你为什么没有多说些话？纳赫拉，你还好吗？我没事。对不起，利托斯特。你们两个都给我乖乖站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家颁布一项相处协议。第一点就是，你们两个见面时要互相说10句话，从互道早安起，就要直白地告知对方自己的心情。当然，我也不例外。要是你们找不到话题，也可以来给我出题。对了，建议纳赫拉也跟我一起做题，这样一来，你的记忆力说不定会变好一点。另外，每天晚饭之后，我们家的人要一起散步。那沙发？每天最多躺5个小时。利托斯特呢？你有没有问题？若是只躺5个小时，对纳赫拉的脊椎或有裨益。雷耶拉是在问你，对他拟定的相处协议有没有疑义？笨蛋利托斯特！以后只要你从边境回来，我都会给你准备很多零食，很多新衣服，你自己肯定什么都舍不得买。好，那就这样拉钩决定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一起面对。好了，寻梦者，请你告诉我，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小队会再一次分头行动，纳赫拉和利托斯特去各个避难所确认大家的安危，而我和你要进入锚的内部。依据利托斯特的感知，即便是在锚的内部空间，归处的位置也与现实无异。寻梦者，我有些紧张吗？没关系，这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还有方案2、方案3，一直到最保底的方案，哪怕我们走错一步也不是什么大事。不是的，希纳迪亚说过，我比任何人都要熟悉地方，我相信我可以做好。我只是想确认。寻梦者，只要我找到所有的传动归处，协助你导引力量，将归处改造为钉子，大家都会得救，对不对？得救的人里
也包括你。你要答应我，你同样不会有事。我保证。我会去往毛的更深处，吸纳全能汇聚的地方。这里就交给你了。毛的内部竟然也是地方，或者说是静应了地风的世界。如果静应了地风，那归处一定会在它原本的位置。要是你忽然找不到路了，也可以再跳一次舞。跳舞？高能量点位，这不是有鱼之势吗？鱼儿喜欢饵料多的地方，为什么不试着和鱼之势同步视野呢？那要怎么同步视野呢？笨，你把眼睛闭上，我帮你。原来你真的在偷看！但我发誓，我真的弹过自己脑瓜崩了，5个。我才不信！归处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哪还需要跳舞呀？就是这个寻梦者。我已经把力量注入了归处。做得好，里耶拉。这个归处就约在我们见面的地方吧。但我转念一想，总在这个地方碰头也不太好，万一谁哪天想暗杀我，岂不是很简单？呸！真有那种事，我一定会保护你啦。因为你的到来，游营多了3个新朋友，我也是。你还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呢。里耶拉，我可能还需要拜托你另外一件事。啊？怎么了？我需要你将这枚刚改造好的钉子锤进通路的深层，它现在的位置太浅了，不够牢固，远远不够。我的力量做得到吗？你还记得那些束缚归处的影子吗？他们说不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你所用。那些影子和我的影子很像，却又太过沉重。啊，我明白了，你想让我就地取材，引导他们锤击归处。不必顾虑什么，放手做吧。好。我没事。冷静下来，里耶拉，冷静下来！可恶，这要我怎么冷静下来吗？我还能感受到他的心跳，他的呼吸，我知道他还在。假如他还有力气说话，他肯定会忍着痛，让我继续将归处改造为钉子，完成我们的约定。这就是不必顾虑什么的含义吗？
当着小蕾耶拉的面，我不跟你计较。但我建议你最好今天就把娃娃的适配做好，让寻梦者重新来玩。被他帮过的又不只有你，我也想快点啊！除非你来帮我。你们两个好好沟通啦！你看，你帮助过好多人呢。寻梦者，你还好吗？你很痛，对不对？我必须尽快结束这里的事。这里可以买到金色果冻，那辣辣的蘸料呢？很关键。很不关键，不能拿那种只有你喜欢吃的东西招待他。金色的事物很珍贵，说不定他其实也会像小蕾耶拉一样，哪怕不喜欢，偶尔也会统统吃完呢。如果钉子只是金色果冻就好了。啊，他注入力量的速度变慢了。寻梦者，如果你能看出寻梦者很痛苦，那说明他已经默默扛了很久很久。但他不会放弃。在还没拥有强大的力量时，他就把保护同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你们的性格有时候很像。如果可以，我也想帮你分担。快了，马上就到最后一座归处了。啊！归处现在光幕里。你是说，光幕是数据之海侵蚀增强的表现？原理是如此，但它的侵蚀性更强。一旦陷入，不仅是力量，连自身也会很快消失，直到变成不知道什么样子，就像失去生命那样，去到另一个世界。所以蕾耶拉，如果你遇到光幕，一定要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去过好多次数据之海了，我可以应付它。答应我好吗，蕾耶拉？蕾耶拉，让你来，也会让你受伤啊！我不会让你独自背负一切，绝对不会。还差一点。好像看到了我想要成为的自己。为什么影是黑色的呢？影是人寸步不离的夜，影也可以成为守护他人的力量。话虽如此，我现在还是生活在有你们守护的世界里。我想要快快长大，可
可我也不想那么快长大，因为我担心长大后的自己会变成我最害怕的样子，给大家添很多麻烦。直到遇见了你，我才明白，即使是一团影子，其实我永远是一团影子。只要我愿意相信自己，我就能够像你一样。现在我清楚自己要守护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守护，因为我所有的答案都是遇见人类之后才找到的呀。真的好痛啊！我怎么还是让你摔了这么大一跤？希娜迪亚，一定很痛，对不对？你在这里，对吗？我来接小李耶拉回家了。希娜迪亚，我应该有帮到寻梦者吧？当然，没有人比你更可靠了。这的确是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情，李耶拉。是你救了地风的大家，谢谢你。你看，我真的做到了，我做到了，希娜迪亚。我都看到了。雷伊拉，幽云，寻梦者呢？他还好吗？他没事。在我治愈你之后，他就去支援希娜迪亚和克拉丽他们了。谢谢，辛苦你了，纳赫拉。没事的，我在这里，里耶拉，我们还在这里。幽云，我好像和很重要的人走散了，但在刚才的梦里，
我梦到他们了。你没事就好。走吧，这条路才刚刚开始呢。在你前往地峰之前，我想先确定一件事。你知道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意味着什么吧？意味着我需要彻底击败一名神明。酷，就该是这样的答案。你已经有计划了吗？以我和维塔在回溯梦中得到的信息来看，我的计划其实比我刚刚的宣言保守多了。因为我们的战场是一个被无数规则构成的繁复系统劫持了的大世界炮，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找出蕾耶拉的本体，夺取她的全能，将被劫持了10亿年的洛星从寻梦者系统中解放。如果我那位家长热衷于起名，我和希尔小姐就得在什么量子之海内置膨胀系统里相会了。膨胀可不是什么好事，谁知道哪天会不会被自己的代理人取代掉啊？寻梦之旅的主角似乎也是一种代理人呢。寻梦者，你现在能感知到蕾耶拉的位置吗？可惜暴涨的混沌暂时堵塞了我们之间的连接，但我确信他此时仍在洛星内部。也是，但凡他在一个能俯瞰洛星情况的位置，也不可能允许我们地球人把终端捡回月球基地啊。迄今为止，蕾耶拉亲自现身的次数实在有点太少了，他和整个系统的绑定程度一定很深，进而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能力。维塔，你还记得寻梦之旅的起点欧夏和廊丘吗？在我成功通关后，立刻就被某种隐藏在幕后的力量带回了峡间。不仅如此，当你领着我和德丽莎继续登陆已经通关的欧夏和廊丘时，还意外进入了被判定为脏数据的区域。说回正题，虽然这的确是一段脏数据，但 AI 的直觉告诉我，是有人刻意输出了这些脏数据，阻止你们继续探索这个区域。系统背后的存在吗？这的确和维塔的说法不谋而合。虽然他嘴里没一句实话，但只看结果的话，他好像还真没骗我们。毫无疑问，那个塞脏数据阻止我们前进的人就是蕾耶拉。这暴露出2个事实：其一，在那段短暂的旅途背后，有什么东西被蕾耶拉刻意隐藏着，而他就在通关之后的未来；其二，维塔大闹欧夏时，蕾耶拉迅速现身了，可在地峰，他却又只能让纳赫拉代替他行刑。这样的差异暗示了蕾耶拉的本体极有可能就在前者附近。从洛星的时间线来看，若说地峰是最初的战区，那彼时的欧夏与廊丘就应该合成为最后的战区了。主教也跟我们同步过他从阿杰塔这儿得到的消息，在七树封印了诀，影中灾厄也落下帷幕之后，蕾耶拉才出现在了阿杰塔博士的面前，委托他制造了寻梦者系统。对了，那就是蕾耶拉非要阻止我在通关之后回到最后的战区的真正原因，因为他的本体就隐藏在与之相连的最后之后，又或者说系统启动的时刻。而我们现在正是要顺着洛星正常的历史轨迹，由始及终一点点接近蕾耶拉的本体。所以在解决了地峰的危机之后，我会先去镇压了模拟蕾耶拉的廊丘。如果运气好，我就能在那里取得让克拉丽和赫利亚复返系统的关键。当然，只有他还不够。维塔，我需要你的配合。哦，居然还有小 V 的事。
至少成功了。一整个世界的脉络就在刚才，还握在我的手中。我做到了计划的1%。因为我要拯救的是整个洛星，就像希娜曾经做过的那样。他正在忍受的痛苦，是无曾见过的所有智者与英雄想象的总和。即使他是神明，而对我，对甚至不是神明的我要从那个也不配使用神明权柄的家伙手里夺取那只沉重的火炬，那么我会被烧伤吗？在星火传回洛星之前，我会……听得见吗？寻梦者！如你所见，100年之前的廊丘也遭到了光幕的侵袭。而你附近的这些人，恐怕……他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而他死后的状态也揭示了他的死因。如果我的速度能再快一些，是不是就能救下他了？大清洗果然不是从一个善区蔓延到一个善区，而是在寻梦之旅行经的所有善区同时开始。因为我选择就近拯救地风，所以100年之前的廊丘就会错失一定的救援时间，100年之后的廊丘同理。这也意味着，越往后，我越会面临更严重的灾情。我必须保持冷静。无论如何，先按照计划行事吧。维塔植入的后门还在，他甚至帮我们保留了幽兰戴尔最后一次登出系统时记录的数据。竟然能扛住光幕吗？我认同他宇宙骇客的含金量了。回收了幽兰戴尔的数据，我或许就能尝试模拟出他那时候的力量。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有点不好的预感，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大隐赛刚刚结束，没过多久又来了个大清洗，而100年之前的廊丘连末日之矛都没有，瑞木的高塔也快崩倒了。你们怀疑清洗已经结束了吗？虽然很不想往这个方向思考，但现在也只能这么假定了。寻梦者，你清洗，洗你自己的脑子去吧。寻梦者，跟我来。